Hello，大家好，今天这影片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 Headbase 怎么样使用的影片。这影片会很长，但是呢，会确保大家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可以完整的知道怎么样使用 Headbase 来处理一个复杂的事物，来把你的思绪去做一个视觉化。同时的话呢，我近期也在规划一个讲座，是关于全职工作者如何用 Headbase 去建造出自己的点子工厂，然后做整合性的输入，然后把系统化的一个输出。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用底下这个链接去做预购，那会是有一个早鸟的优惠在那边。好，那你刚开始的话呢，可以用这个影片描述栏的链接来做注册。注册好之后，你可以按这个 Continue on Web Instant，或者是你可以 download 你的这个 Headbase 的一个软体，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输入你的名字。假设我这边就可以输入 QQ，然后可以开始我的范例。那范例完之后，他会问你一些基本的问题，那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简单的选择。选择按 Continue 之后，你可以这边选择是，比如说你是从 YouTube 上面看到的，然后或者是其他管道看到的，那你都可以，然后就按 Continue。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开始使用 Headbase。那等一下它读取之后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这边就是 Learning anything with a deep understanding。那这边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的开始去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那现在 Headbase 它会有一个基本上面的一个介绍，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介绍里面会去描述的告诉你说 Headbase 它可以达到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它有了这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刚开始在使用 Headbase 的时候，会有一个 Card Library， 然后还有 Whiteboard， 然后 Journal， 然后跟 Tag。那这几个的话呢，在等一下的影片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那这边的话呢，我会先用中文的方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样使用。好，那这样子，当我们弄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刚开始就会有一个导览来教你简单的去使用。那我这边的话呢，会先 skip 掉这边的东西。简单来说的话呢，这边想要跟大家示范的一下是说，你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呢，你这边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范例来看他们怎么样去使用，这是官方的一个导览。那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白板把它留着，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白板呢去加上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一些范例，比如说初学者使用。那这样子就可以去知道一下说这个 Headbase 的话呢，我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回到这个白板去做使用。那我这边就实际上跟大家讲说，我自己的话呢会怎么样去使用。好，那首先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在左边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会有一个侧栏。那这个侧边栏的话呢，它会有几个项目。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 inbox， 就是你的一个收件夹。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你的 journal， 就是你的日志。你可以在你这个日志上面去打你今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你这边的话可以选择是一个行事历，那你可以跳到你想要看到的那个行事历的一个栏位。然后白板的话呢，就像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白板，它是一个无限延伸的一个白板空间。那你双击两下，或者是你点右键，你就可以新增出一个新的卡片。然后你也可以再用这个箭头，然后让这个卡片呢跟这个卡片呢它产生一个关联，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两个卡片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再来的话呢，就是 Card Library， 就是你看我刚刚双击在白板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个新的卡片。如果这边可以打说新的卡片一，那你会发现到说你在这个 Card Library 的时候，就会看到新的卡片一。也就是说，你这边新增的卡片，如果我今天回到这个卡片的这个资料夹里面，我再新增一个卡片，我可以按右上角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说你可以用这边去找到你的快捷键，看你是 Windows 的系统还是你是 Mac 的系统。那我这边的话呢，我就可以打说新的卡片二，来做一个范例。我有了这个卡片之后的话呢，我回到这个 Whiteboard， 然后你会发现到说这个卡片我刚刚新增出来的那个卡片的内容啊，我可以利用这个右边的这个侧栏，然后选择 Command 加3的话呢，它就会叫出这个所有的卡片的资料夹，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卡片拖拉进来。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双击产生卡片，你也可以直接的呢去从新增出来的卡片里面来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对应。然后这两个的话，我就可以再做一个对应。假设你今天是你这边新的卡片可以把它改成 Q2 的卡片教学，然后你变成说新增卡片都可以用。你这样子就可以弄出来了。那
如果说这个东西这卡片你都可以移动，你看它箭头都会跟着去摆动，所以你可以去设计出你自己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譬如说，你今天觉得这个教学的话呢，会对应到这新的卡片，你就可以这样子去把它排出来。然后我如果这边有一个新的卡片3好了，这两个卡片的话呢，它们是平行的概念的。这边可以用这个快捷键，你可以按快捷键就是卡片加2，那你就可以直接去拉过来。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两个卡片它们两个其他概念上面是平行的。那譬如说我这边如果更具体来说的话，我可以把这新的卡片2把它摆成卡片怎么管理，然后这边我可以把它是白板怎么管理。那你可以看到说，你这个也可以靠自己拖拉来去做移动，你也可以把它圈集起来，然后按点右键，然后按这个 tidy up 就让它变得是整理起来，然后你可以选择这边是让它都是平行的，就是这样子让它平行就摆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确保说这个时候这两个就会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面。好，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是2025年那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新功能，就是你自己新增每一张卡片的时候呢，它都会在这个inbox 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卡片怎么管理的这个新的卡片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在 inbox。那这个 inbox 的部分的话呢，我就可以做几个选择，譬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卡片我已经把它完成了，你看它卡片管理我还没有去打任何东西嘛，所以我可以用双击2下，然后开始在右边编辑，然后编辑完之后的话呢，可以按这个打勾勾，然后这个就会把它消失掉。那如果说我今天新增的这个卡片啊，如果我今天新增了新的卡片，我还没弄的话，然后但我知道我今天没办法用，那我可以按 remind me， 然后就是提醒我，那我比如说明天提醒我要弄，那它也会让你的这个 inbox 去处理掉。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当你如果卡片过多的时候，像你看我的卡片，像我现在有4323张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 inbox 就会有点过多，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些状况。那这样子的这个 inbox 固定的在这边处理的话，我觉得对你整体在使用 Headbase 上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基本上卡片的部分的话呢，我觉得还蛮直觉的，因为它跟其他的一个软体的话呢是蛮相似的，就是你有一个笔记的内容，你可以去做一个管理。只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张一张的卡片，那我可以把它丢在不同的白板里面。那卡片的这个形式的话呢，你可以让它有一般的笔记，还可以 PDF 档，它也可以把你刚刚的那个日志也把它弄进来。那如果你用其他软体的话，你可以把你其他软体像 Readwise 的 Highlight 也可以把它加进来。你看到这边这个日志的卡片呢，就把它显示出来了。那如果你不喜欢太多的一个杂讯的话呢，那你可以把它先去把它关掉。就是简单来说可以这样使用。再来是 tag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有一张卡片啊，我如果看卡片，你看我把它打开来，然后你在右边的时候，你其实可以选择这个卡片资讯，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卡片它在哪边去使用。那你可以看到说它这个卡片在Getting Started 就学的使用专用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有被引用。那你如果按这个箭头的话呢，就会跳回到刚刚那个白板。也就是说你从 Card Library 的地方呢，你可以去快速的回忆到说，哦，这卡片我好像在哪边有使用过，然后你就可以很快回到你当时的一个使用的场景跟当时的一个思考状况。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我今天知道它在某一个卡片里面，或者是你可以按这个 Command Manager Tab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就是加上一个你想要的一个标签，比如说这边你可以想说白板基础教学，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卡片的话呢，它就不只有存在白板，它还会有一个标签。那这个标签有什么好处？这个标签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卡片的地方，你一样在这边去加上它的一个标签。那这样子白板基础教学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在这个标签里面，这个白板基础教学，你就会看到就有2个卡片。那你点进去之后的话呢，它就会类似像一个资料库的形式，来去帮助你去做一个厘清。那你可以想说，这边就是譬如说我想要知道这个卡片我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你可以在这边选择一个时间，比如说假设是你的发布好了，那你就可以想发布时间，那你这边就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时间来去处理。那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个特性，譬如说这边是教学类型，那我今天都用白板基础教学，我可以把它分类嘛，我可以把它是分成基础教学，然后这我可以把它变成是进阶教学。
那以后我在那边新增卡片的时候，我就可以去选择它是基础的还是进阶的，会有一点点像是一个软体叫 Notion 一样的一个资料库的形式来帮助你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整理。那再来的话呢，你就知道说我这样子有一个 tag 的嘛，那这样子我们回到 Calibri 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小心新增出一个时候，你也可以做框选。然后框选完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可以把它删除，那我也可以在这个 Manage Tag 里面直接把这个卡片里面加入它的一个新的标签，那也可以是同样的白板，也可以一样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个加入。那今天这两个我们现在没用到，就先把它删掉。但我这边想跟大家讲的是，你可以用这个方法的话呢，快速的呢去新增出一个标签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白板来帮助你去做快速的去做一个简单的整理。举例来说啊，如果今天说这是我今天处理的嘛，那我想把它们去新增出一个新的卡片，我可以按圈选之后按 Create Whiteboard， 这边我可以说是就是2025年 Database 最新教学。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始去做使用，然后一样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说它还是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教学。再来的话呢，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我这边卡片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在白板里面，你每次显示出来的时候，它右上角会有显示说这张卡片它在哪些白板我去做使用，所以你双击之后，你就会可以看到说原来卡片怎么管理的这张卡片。它在 Getting Started 的这个白板里面有使用，还有我现在这个 Database 的最新教学里面也有使用。然后我如果点一下这个的话呢，它就会跳回到另外一个白板里面使用，所以我会知道说这个卡片它在不同场景有做使用，而且我可以快速的利用这个功能来知道说它是在哪一个场景里面曾经被使用过。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好，再来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左边的话呢，还有一个 Chart。那这是最新的一个 AI 的功能。那 AI 这个功能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说这边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 model。那我们这边用一个举例来说好了，我今天如果想说白板怎么管理，这个白板现在是空白的嘛，那我想用跟 AI 协作，那我可以用这个 chat 的地方呢，就是打开一个聊天室，然后我就可以去选择一个新的聊天，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可以选择特定的一个 AI 的模型嘛。那我这边的话呢，白板怎么管理之后，我就可以去问他说，帮我新增一个教学。那等一下它会出现 error， 因为我还没有去提供它一个我要使用的这个 model 他们的一个 API 的一个 key。那之后的话呢 ，Database 会提供一些免费的版本，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所以如果我直接的去送出来的话呢，它会要求我去 get 这个 API key。那这边的话呢，我可以提上一个简单的连接，但基本上的话呢，大家只要是到你就打 OpenAI， 然后 API key， 然后去 Google 一下之后，这边有一个 Create and OpenAI API key， 那你去 Sign up 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内容。那我这边的话呢，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如果说今天去注册，然后我把这个注册之后选择这个我现在的这个账号。然后注册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就有一个 API 的一个内容，然后输入一下你的基本资料。好，新增完之后的话呢，你在这个 search 的地方，我会就是打 API key 嘛。那新增完 API 之后，你就按这个 create new key， 然后按完之后的话呢，你就可以随便打一个，然后假设 Database 好了。然后我这边去选择某一个 project， 选择完之后，你就会按这个 create secret key， 那它就会新增出一个 Database 的 API 的一个 key。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你就按 copy 完之后，你就会回到你的 Database， 然后贴上去，然后按 verify。那新增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可以直接在这个卡片里面去直接跟 AI 去做对话。好，那你可以看到说，我现在就开始生成了嘛。那假设我今天只是一个举例，我如果想要使用它现在这个内容好了，这个内容是可以编辑的，所以可以把它按编辑，然后把它复制起来，复制起来就贴到这个内容。贴到这个内容之后，有趣的地方就是假设你今天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嘛，那我今天这个对话里面，我是有请 AI 去参考这个白板内容的，然后我可以叫做帮我评价这个卡片好坏，然后我可以请他给我一个评价嘛，那他就会根据这个卡片的内容来去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价内容。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快速的去跟Database 里面的一个卡片
来去做沟通。那同样的，如果是白板的话呢，那我一样也可以做一模一样的方法，然后我就一样是在白板的地方选择这个新的对话来，但这边要按加号，然后去引用这个新的你就用一模一样的问题，然后这边问他说怎么使用 Headbase， 那他就会根据这个白板里面的内容呢来去做教学。你可以看到说他这个的内容他就新增出内容之后，他最后还有加上说这个是根据哪一个的参考值，这边有一个1、2、3、4，你这边如果随便点一个的话呢，那就会跳到说我今天新增的这个内容它是根据现在这个内容来去做参考的。那譬如说我今天可以看到如何整理知识和专案，如果我问他的问题是偏向于这个的话，那我会希望他今天新增的这个内容是有参考我这个白板内容来去做一个思考的。所以你看到除了这边参考内容就会直接跳在这边，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呢，就是在你的快速的呢去知道说我今天新增完了这个白板内容它会怎么样的跟我这个内容做一个相关。接着是 AI 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用 PDF 去分析。在这影片里看到 Headbase 的官方示范，它有2个 PDF 档，然后它去比较这2个 PDF 档上面的差异是什么。你只要圈选，然后丢给 AI 就可以生成说这2个 PDF 档案的差异是什么。那生成完之后的资料的话呢，它还可以直接的拖拉到白板里面，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刚刚这2个分析在 AI 里面达到的效果是什么，那可以根据它分析的结果去画线来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另外补充，如果你今天是单一的 PDF 档，但是档案很大的话，举例来说，我这个在网络上面免费的这个纳瓦尔宝典这个 PDF 档，它有242页。那242页的地方的话呢，我可以先就是把这个 PDF 档载入到我的 Headbase 里面，然后呢，我这边就可以直接问他一个问题。那你在刚开始使用 PDF 的这个档案的时候，你如果像我一样直接这样子问的话呢，它会是叫你去 Organization Setting 的地方，在 OpenAI 里面去做设定。那这地方也蛮简单的，你就只要到这个画面，然后你照着这个 Verification 的话呢，去做一个拍一下你的身份证的证明，然后跟拍一些简单的照片就可以去做验证了。验证完之后的话呢，我这边应该就可以使用了。所以我今天就再重新的再叫他帮我总结一次。那我希望他这边的话呢，就可以去直接的帮我把这本书的3个重点把它整理出来。那我的这个 Headbase AI 的地方的话呢，它在PDF 上面使用也就不会是问题。不论你这个 PDF 档案还是很长的档案呢，或者是很短的档案，我们都可以去做处理了。那我们这边等他一下，他在跑。因为记住这大概是242页的一个档案，那他这边想的越久的话呢，代表说他其实是很仔细的看一下这个 PDF 的内容。那你之后在下一步要问他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得到一个蛮全面的一个档案。但这部分的话呢，可能在刚开始有些人来讲的话，可能他会比较不习惯，就是这边他是其实在读取的部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好，那你可以看到他就读取完了嘛，读取完之后他就把这个整本书里面最重要的这个财富的框架，然后跟杠杆这个地方把它标示出来，然后跟幸福是可学的性能，然后跟判断力是最重要的一个陈述。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因为它真的是把，如果你有看这本书就知道，它真的是很精准的把这3个重点整理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强大的地方，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刚刚在思考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长，实际上得到的结论，我认为的话呢，这个结论的 quality 也是很好的，所以有可能是在 Headbase 他们团队里面，他们的那个提示语 prompt 他们其实是有设计过，然后是很完整的，所以相对来说它读取的时间可能会很长，可是你得到的结果会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推荐给大家使用。再来是协作的部分，协作的部分的话呢，你只要在你的白板里面，假设我现在用一个 Headbase 的一个公开版本去做说明，你只要点这个 Share， 然后你这边只要加上你想要分享给那个人的一个 email 的话呢，你就可以决定你是要给他完全的权限，让他可以直接去更改这个白板呢，还是可以是只有编辑的功能，还是可以有使用这个 chat 的功能，还是只能看这个文件，那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分别。那我现在加了2个账号，那这边我用2个自己的账号，不是因为我没有朋友。总之我加了2个账号，然后呢，那这2个账号之后，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今天再回到我们刚刚那个教学的这个地方，
我的这个白板的地方它就多了一个，那这边比较有点混乱，是因为我两个都叫 QQ。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我选择这个分享的地方的话，你会看到它就是只有单一，就是我分享出来的这个白板内容。当我点开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白板也现在就是我们3个人都在看这个白板。现在这边有谁在看这个白板内容？然后你点这个聊天的形式，就是任何人在白板里面问的问题啊，你都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说，在其中一个账号里面，我叫他分析了一些 AI 的一些功能，然后我可以在这边去 at 我想要 at 的人，然后不同的 email 账号，比如说我去 at 这个阿奇，然后后来，然后我去打一些文字，那在阿奇的那个账号里面的话呢，他就会接到通知。假设我今天是弄另外一个 QQ 好了。然后随便问他一句话，那我再回到我的那个 Headbase 的那个账号。好，那我们回到 Headbase 的时候，我回到我的账号，你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这个 Chat 的部分的话呢，就跳出来一个讯号，然后是显示这个1，就是我一个通知没有看。那我点开来看，你会发现到就是刚刚的那个文字内容。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的话呢，直接的跟你的团队的人员啊，你们在同一个白板里面，然后去做协作。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新增一个卡片，然后告诉他说你在这个地方新增一个卡片，然后直接这边去转换，你就不用是今天新增完之后的话，你还要丢可能是其他的软体里面告诉他说你在哪个地方呢，你还要截图，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的团队协作上面就变得比较不通顺。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你分享的这个账号啊，不论它有没有 Headbase 的账号，你都是可以使用的。那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实用。那我现在还没有团队，但是我觉得以后如果有在讨论一个事情，比如说讨论一个行程或者讨论一个白板，你们要发散一个 idea 的时候，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那分享给大家。那这个的话呢，目前为止的话呢，大概就讲完最基本、然后最核心的几个功能。那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今天想用使用 Headbase 的话呢，你就直接新增出一个白板，然后是一个你有兴趣的一个主题，譬如说你今天有兴趣的主题是卡片和笔记法，那你就开始去把你可能看过的卡片和笔记法的一个内容啊，譬如说读书心得，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卡片，那你可以把这个读书心得的话呢，当做最核心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就是这边变成是第1章，然后这边是你第2章节我的读书心得，然后你再用这个方法呢把它弄出来，那你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做出一个读书心得。那你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卡片和笔记吧。假设你是参考我的 YouTube 影片好了，那你可以就是这边就是 QQ YouTube 影片参考，好，一样，这边你可以说就是看完影片的心得，然后这边是实作遇到的困难，一样这边可以把它存起来，然后呢这边一样用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 tidying up， 然后来帮助整理。那我可以用红色来作为去一个统整嘛，就是它是一个大主题的一个概念，然后统整出来，然后这个其他的分支我可以先用橘色。我自己习惯的话呢，是会用它这个排序来做一个简单的，这前面4个我会来做一个4个分层的一个排序。好，那今天看完影片的心得就是，Headbase 使用其实不困难。好了，假设这是我的一个心得。然后这个第2章节的话呢，就是要选一个，举例来说，它是说选一个好用的软体，实作卡片和笔记法更顺利。好，那你可以想到说，哦，他今天提到说一个实作卡片更顺利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它是跟我就要选择一个卡片嘛。那我今天就是我可以就是在这边想一下说我要用哪一个卡片。那我可以说哦，你可以想到说，哦，我今天好像在看完这个 Headbase 的基础教学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好像用 Headbase 很简单，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箭头，但是它这个不是像这么强的一个关联嘛，所以你可以利用 Headbase 的一个功能，然后把它变成是，假设你这边可以把它变成是虚线，
你可以在这边把它变成是虚线，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比较不明显的一个颜色。那同时的话，你这边还可以按就是输入文字，然后就是软体建议。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比较快速的知道说，我可以就是知道这两个它们有一个弱关联在。那同样的道理，这个也一样可以是跟这个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弱关联，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搭配。那这个节点的话，你都可以去做调整。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调整这个概念，这边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你可以利用这样你去设计出你自己喜欢的一个视觉化，来帮助你去厘清你自己的使用的一个模式。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这边会有一些卡片的一个类型，那我会把我之前的影片把它同人在这个影片里面，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影片来去介绍一下怎么样使用 PDF， 然后怎么样看 video， 然后跟 Podcast 的一些基本的应用。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开始你的卡片变得非常的庞大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使用的就是变得是你用有组织的架构去管理你的白板。那我这边的话呢，一样会用之前的影片跟大家参考。那有了基本概念之后的话呢，具体来说可以用几个东西跟大家说是一个示范。举例来说，我今天看了这个 Milestones 这本书，这本书之后的话，我有一些基本的节录，然后我有一些重点。那你可以看到，我就用刚刚的那个逻辑架构，我先把重点的每一章节，我本来都把它列在这里，然后列完之后的话呢，其实我现在就把它分成每一个章节的内容，那每个章节的内容追根就是总结成最后的几个内容。那你可以看到说这样子就有一个从前言啊到最后一个第7章的内容，然后这样子就是一个基本的，我把一本书啊，把它一些的重点去把它摘录起来，我再阅读，然后阅读我去把它去 highlight 我可能想要 highlight 的一些重点，那我可以在平常看的时候可以抓到这样子，直接去抓到一个概念。然后如果说我今天看到有共鸣的话，我今天这个东西是我可能从这里面的书摘里面摘录出来的。那书摘录出来的之后啊，它可能是假设这边的话呢，是特别强调说你在学习的东西的话，你要跟身体产生一些共鸣性。那身体产生的共鸣性的话呢，就是算是一个新的一个洞见。那想办法让学习结合身体的共鸣性，是让学习真正发生体验的这个概念的话呢，那我可以从这边的地方再去延伸出来嘛，我可以再去延伸出来这个东西它对我学习上面的启发。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像刚刚有跟大家提到的，我会认为它是一个虚线，然后我可以利用这个概念，我去把它换成是比较弹性的地方，那我就可以去比较不影响到美观的情况下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整理。那我可能这边的话呢，我可以把它拉到最旁边去，然后这个的话呢，我可以在这边再把它调整一下，把它这个东西往下拉。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看到说，我看到了这个学习结合身体的共鸣性，是让学习真正发生的体验的时候，触发我去思考的是一些对学习语言的一些体验。那对学习语言的体验的话呢，就是你有可能会是，我们想办法是创造一个乐园嘛，然后或者是避免一些为了学习而学习，然后跟拥抱错误等等，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 milestone 的地方呢，去联想到我对学习里面的体验，然后对学习里面去影响到我最后想要设计一个学习 application 里面，我希望我每次查到的单字啊，它会有一些体验性的感觉，譬如说这个单字它是快乐愉快的，那它可以去做一些联想啊，可以去做一些身体共鸣。那这是一个我会利用 Headbase 的一个使用方法。首先的话呢，我会用颜色红色、黄色，然后去输出一个架构。输出完架构之后的话呢，如果有一些自己想要的想法，不论是我问 AI 还是我自己的想法的话呢，我会是用绿色来去把它标志出来，那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我可能以后会想要一直使用到的一个概念。我用这个方法的话呢，来去架构出我一个 Headbase 的一个使用方法。那这本书的话呢，我会发现这本书是从 Headbase 官方的 Aaron 他的一个范例里面去看到的。那 Aaron 的那个范例里面的话呢，有他的卡片。那有他的卡片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蓝色的卡片的话呢，是我直接的从他的卡片里面去 copy 过来的。所以我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的话呢，来去区分一个我最后想要看 Headbase 的内容的地方。譬如说，如果今天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要复习我本来看书的一个架构，我就会从黄色开始看；我想要找我的洞见，我就会从绿色开始看；我想要看 Aaron 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就会去找蓝色。那蓝色里面就有一个
连结，那我就可以去抓到我的那个连结，就可以看到哦，他当时看这本书，他做出来的笔记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用这个方法的话呢，我这个 Headbase 的这个读书笔记的话呢，它就会变得是有一个架构。然后我今天做完这个笔记，假设我2、3个月后回来的话呢，我只要这个颜色的脉络是一样的话，那我还可以很快的就跳回到我当时学习的那个思考的那个情境。所以我就会把我的思考呢，利用 Headbase 的这个白板把它保留下来。那这也是我这个讲座的话呢，会希望给大家的一个实际的演练，我会给大家比较多的一个实际上面的一个范例，那你就可以去知道说这样子你怎么样的去做大量使用，再加上刚刚跟大家提到的一个 AI 的方法，我们可以快速的呢去结合你自己读书的心得，然后去整合出像这样子的一个读书笔记。那这边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是我看纳瓦尔宝典的。那我想要给大家看这个例子，是不是每一次读书笔记我都做的那么整理？因为这部分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是我最近发现到，因为我们常常用这个分段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长度的，有时候句子会非常的长，所以我会觉得像刚刚那样是比较好的。你尽量有时候是用水平的去做整理，有时候是用垂直的去做整理。这是我很久以前做的笔记，我全部都用水平的。那你就会看到用水平的方法，就是有些会过长，那你最后整理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不好。当然的话呢，颜色这个概念的话呢，我觉得把握好还是很有用的。就是红色就是一个大组织的架构，然后你可以用双击就知道红色、蓝色、黄色它是一个3层的架构，然后绿色的话是一个洞见，然后蓝色的话呢，就是可能是你是引用某一个影片或是某一个内容。那你用这个方法的话，你可以组织出你自己的一个架构，然后你可以之后再做整理。那我会建议大家，可能你可以再参考一次这个 Alan 的这个方法，你可以看到说，他如果说是真的很有组织架构的时候，他是用水平跟垂直的去混着用的。那我自己是后来才发现，这样混着用的方法会比你直接就是一直用水平的这样去用的话呢，会好的非常多。所以大家可以善用一下，像这么长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就应该把它拆解成一个就是垂直的内容。那这边秀给大家看是一个比较半完成品的内容，但是同时也是想跟大家讲说，不是每一个白板都要弄得非常的精美，然后一定要非常的好。其实这种半完成品的话呢，它也足够让你去回想起来你今天想要知道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如果你的 section 这个地方有清楚的话，像我这边就是 long term 加 leverage 就会等于财富。那我这边有摘入那个 leverage 在这个词，这个杠杆这个词，它在哪报来讲它是怎么样的去做使用。那我也是当时看了这本书，然后我才创了这个频道，我才把我的频道的名字用杠杆。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词它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深。那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在这边，那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书的一个范例。那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看其他影片的范例。好，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的另外一个范例，是我看了这个 YouTube 它教我们怎么样去做 YouTube 收图的一个范例。那这个范例的话呢，我们一样是从影片的角度，它是一个 YouTube 的影片。那首先我先把逐字稿摘录出来，摘录出来之后的话呢，我就开始去做分段。然后分段完以后，一样，我先把一个大纲把它写出来，然后我知道一个大纲之后，我知道我想要做的就是关于这个缩图的设计啊，时间分配的重要性，然后跟心理学的好奇缺口。接下来我就把它分段，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第2层结构就是这边所谓的每一个好奇心啊，就是刚刚那个影片里面去拆分出我的缩图心理学里面的一个细项。所以缩图心理学可能是第2个段，然后2A 的话呢，就是缩图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小段落，那我就用橘色去做分段。然后好奇心缺口来自观众的已知和未知的差距，这种差距驱使观众点击影片以寻求答案，提升点击率。好，我这个之后，我是不是希望这个东西有一个更详细的内容？那更详细的内容就是范例嘛。那我这个黄色地方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影片里面学到，他看到这部分的时候，他的范例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那我这边就会显示出这个黄色的内容。那当然，如果更细节的话呢，我其实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平常如果有在做影片的缩图的时候，我其实可以去把它这边去双击，然后去显示出我的一个卡片内容，然后我的缩图测试、好奇心测试，我可以这样子去创出一个东西。然后我有一个心得嘛，就是好奇心测试，就是假设我的心得是不要有文字，更可以唤起好奇心好了。那这是我其中的一个测试嘛？那我这个测试是我看了这个概念之后我想到的，所以这个卡片我就会用绿色，因为它是我的洞见嘛。那我这边如果说真的再把它弄更好的时候，我这边应该要这样子去做。然后
这边这样子弄完之后，我要寻找范例嘛，所以我就应该要去找一下我的范例。那你会发现到说，我的影片里面呢，我的频道里面目前表现很好的其中一个影片是这个影片这个缩图呢，它就没有任何的文字，它反而会点起大家好奇说，你现在这4个软体怎么样用 Notion 去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它就产生好奇心。那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如果我有这个概念，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应该去列出来，然后我就描述一下说，这个缩图它就是一个范例。以这缩图为例。那我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是我看了这样子顺过去之后，然后我产生出来的一个洞见，所以我以后回到这个大的一个地方的话，你看到说这边有一个绿色的卡片，那我就会把它缩下来看，然后我就看到我曾经做过一次，我曾经学了这个概念之后，我照着这个概念去把这个缩图做好，然后这个缩图表现也是最好的，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我下次如果想要缩图的时候，我去复习这个白板，我就会知道说是这个概念，然后让我去学会这个东西。那因为有时候你贴了一些课程上面的一些范例，你反而没办法去真正知道怎么样去做使用。只有你真正把这个东西去做实操之后，然后产生出真正的一个洞见，这种绿色的卡片，那它才会是一个更关键的内容。那当然，这种颜色的部分的话呢，目前 HedaBase 是没有办法去做颜色的分类。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颜色分类的话呢，我自己可能会把这个东西再给它一个标签。那你以后选择这个有惊叹号的标签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所有的一个洞见的一个标签内容。这是我一个自己会使用的一个方法。那更细节的部分，我一样会从讲座里面去带大家去完整的一个操作。再来提供大家一个范例，这个范例比较大一点，这个范例是线上课程。那线上课程一样，我一样可以把线上课程，然后我用不同的线上课程，就是讲师他可能有去做一个分章嘛，然后把每个章节里面先把它列出来，然后每个章节因为这是缩图课，所以看到我这个是没有分颜色的，因为缩图我是用截图的方法，所以我就算这样子按颜色之后，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我就用这个架构的方面来去区分每一个章节的段落。那你也看到说，今天是先上了这个东西，然后他举了这么多的例子，然后给他一个评论。那因为这是课程，我就没有把它放大给大家看。但这边的话呢，简单跟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一样去把你的平常的线上课程啊、讲座啊，然后去用 HedaBase 来做一个完整的整理。另外也给大家看一个我自己一个曾经用过的一个范例，那我一样没有展开给大家看。那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我日文面试我也可以这样子去做使用。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是有一个，你任何一个面试都可以，你可以去想说这边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工作，那你的工作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用心智图啊，你可以想说这工作里面，不论你用 AI 还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工作里面有可能有怎样子的一个问题会被问，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去发想跟这个工作相关的内容，那我用橘色去做表示，然后表示完之后的话呢，我就可以假设是问题为例好了，问题为例的话呢，我这可以是问题，然后我这个可以就是我的回答，那你一样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架构出来。好，今天回答了这样子的一个从工作问题回答，然后假设你真正去面试好了，你面试有得到一个新的一个感想，那我可能这边就会得到一个绿色的新的一个感想。所以在面试里面的话呢，你也可以一样套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做延伸的应用。那我这边想要强调一点给大家看，你看到我这边还有一个人生蓝图的反思，就是有些白板的话呢，不会是这么清楚的。我会利用 session 至少清楚知道说，这个 session 我是想要讨论什么。像这个生日反思，就是我生日的时候把这个资料把它丢进去，然后我有做一些架构的一些内容。然后如何做出伟大的成就，就是我看那本书，然后去拆解的一个内容。它现在还不是很有架构，我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整理。然后跟我当时在分析我以后要住台湾、日本、荷兰的时候，我有做一些调查，然后这也是我一个架构。简单来讲，就是这边想跟大家讲说，白板啊，我用刚刚那个架构里面，你可以去做一些应用。可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架构清楚的话，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先把它用 section 先把它分配好。那分配好之后，现在我们有 AI 的搭配嘛，我可以用 AI Chat 的功能啊，然后去做搭配，问一些问题，然后来帮助我去厘清我可能里面想要知道，但是我之前可能自己没办法想清楚的内容。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再把你的白板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改善。那这边也提供大家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方法，但是我最后目前来讲是有一点算是实验失败的地方，
就我也可以让白板变成是一个大白板，然后我去做一个简单的规划。那简单的规划的地方的话呢，我觉得这种完整规划，像我每一支影片想要干嘛这种规划，我曾经尝试的用 Headbase 去做，然后最后发现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用 Notion 去做整理，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这边只是想给大家一个范例，是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在 Headbase 去做。如果你这个东西是希望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规划的话呢，你可以是搭配 Notion 去做使用。那 Headbase 比较像是思考的工具，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思考一下你想要知道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创作的地方，我想要创作出一个文稿，或者说想要创作出一个大纲，我可以这样子去用这个架构性的东西来去画出 Headbase， 用 Headbase 去画出一个架构，然后知道说我想要创作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可实际上真正规划的时候，我不一定要用 Headbase 去规划。你看到这是我当时假设这每一个都是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假设是第44支影片、第45支影片，我如果每一支都这样照这个顺序去弄的话呢，那它就变成无限的延长。当然是可以做到的，可是我自己认为，如果用 Notion 的话呢，我一支一支的话呢，这个效果会远比用 Headbase 这样去做来的好。而 Headbase 的话呢，是当我这个题目是比较难的题目的时候，我会先把假设我在我的 Notion 的管理系统里面有一个我有一个影片的内容，然后我想要发想一下这个影片内容是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会先丢到 Headbase， 然后先想一下我这个架构是什么，然后我再把我的一些大纲啊、文稿啊丢到 Notion， 然后最后再开始创作。那更细节的部分的话呢，我会在讲座里面跟大家提到。那我这边再给大家另外一个范例，主要来说我这个小部分的话呢，就是想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范例，然后让大家去想一下你自己可以怎么样去做使用，因为每个人的想要使用的场景可能会有点不同。那我这边的话呢，就是提供大家一些思考的一些想法而已。那我这边的话呢，给大家示范的话呢，是我的 Notion 的第二大脑的模板。那这个是我当时用 Notion 去设计第二大脑的一个模板，你可以看到这拆开来它就是一个 Notion 的模板。那这个第二大脑的模板的话呢，它其实有一点点的复杂，如果你对 Notion 没有足够的使用的话，那我这边想跟大家介绍的地方就是我当时就是用这个东西去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如何用 Headbase 去解释一个复杂的模板。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的模板的这个架构，我有几个 section， 这边有行动系统，这边有行动系统啊，然后 Para 系统啊，然后跟总览。那这边行动系统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就跟大家去描述一下我待办事项，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会有分几个不同的类型，像这边有不同的 tab 嘛，我就用这个方法去描述一下 tab 代表的形式是什么。马上就是收集所有想要马上做的内容，然后点开来之后，你这个 project 的话呢，你这个待办事项里面会显示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用这个方法来去帮助大家去了解一下，像Notion一个超级复杂的一个Notion系统的话，我如何用 Headbase 去做解释。然后这解释的部分的话呢，用 Para 系统你也看到 ，Para 系统在 Notion 的系统里面就是分别有 Project 嘛，然后跟 Area， 然后 Resource 跟 Archive。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这边有去加注的是一个注解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摘录。那个摘录的部分的话，就是我当时去用设计出这个 Para， 我所参考的那本书是我看 Tiago Forte 的书籍所摘用的。你会看到它这边有一个橘色的这个杠杠的部分的话呢，它这个地方的话呢，会是你会在 highlight 的地方去找到。那 highlight 的部分的话呢，它就会把我所有曾经看过的书。你可以看到这个 R， 这个 R 是 Readwise， 是一个外插件的一个软件。那这个软体的部分的话呢，我之前在别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过，你可以利用这个软体的话呢，去把你所有 Kindle 画过的一个内容呢，全部都把它统整起来。我们这边举例，你可以看到它旁边有一个数字嘛，我这边找一个比较多的好了。假设我最近在看《慢富》这本书。这本书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就把慢富的这本书，我平常画到重点的话，它就把它列示出来。那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像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画面里面，我的那个 Para 的系统的话呢，我就是看 Tiago Forte 的那本书，然后我在右边的这个地方，我选择 Command+5，那我就把 Highlight 这个地方打开来。那 Highlight 打开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本书就是 Para 的这本。那这个 Para 这本的话呢，它就有所有我看这本书当时的划线。那我如果觉得这个是，你看像这个 No matter how smart 这个地方啊，或者是如
如果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好的，我只要用拖拉的方法就可以把它拖拉进去。那我当时这个模板分享给我的这个第二大脑模板购买的观众的话呢，我是把这边去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我当时是这样设计的，因为我 Para 设计的时候去强调一下我当时看到的书，那大家是可能看到我设计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哦，每个领域啊，它其实都要用专案去推动。那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很重要。那我会有一些我可能曾经看过的书，然后我用 highlight 的方法来去做支持。那这是我当时这个 Notion 系统里面设定的一个架构，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我用跑马拉松当做 project 的一个例子，然后以及呢。也会有一些截图等等之类的应用。这边还有一个定义的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几个 Para 系统它是怎么样定义的。所以整体来说，你可以结合白板，然后加上 HedaBase 现在最新的 AI 功能，然后跟 Car Library， 然后跟行事历，你可以把你所有曾经，不论你是在 Highlight 你看过的读书的内容，或者是你可能在做日志用语音输入的日志，我有影片也是提到怎么样用做语音输入。那你语音输入的日志，或者是你真正平常在做笔记的卡片内容，你都可以把它丢到一个白板里面，然后让你的白板变得更丰富。所以基本上白板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可以你可以把你所有平常收集的内容的话呢，把它统整在一起。那最后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好，我现在有一大堆白板，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侧边栏的分类其实不是分类的蛮乱的，我有一些东西我可以把它拼起来，假设这东西是我比较喜欢的，我把它拼起来，它就会跑到这上面去。可它其实蛮乱的，那我平常怎么样找到这么乱的一个复杂的话，我是参考瓦基的做法。那瓦基的做法的话呢，在后面的影片有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那基本上概念就是我去用瓦基的做法，我有一个 WIP 工作制，然后这个工作制去把我所有的 project 把它列出来。可是呢，我也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第二大脑的一些使用的一个范例，所以我有 resource， 我有 archive， 然后我也有一个 area。那这部分就是我一个把我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东西去介绍给大家。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一个整体算是不尝试的部分，然后把大家的就是我自己会 HedaBase 好的坏的应用的一些范例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个更细节的话呢，那也可以加入我的讲座，然后我们可以讨论更细节的一些内容。因为毕竟有一些内容像是刚刚的那个日文啊，或者是一些课程，我比较不方便在 YouTube 这个的平台里面直接去分享给大家。但是我希望就是目前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已经足够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也会在这个影片描述栏里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章，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这个相对应的影片与使用。那这个索引笔记的话呢，在瓦基的课程里面，它所描述的呢是 WIP 工作制，也就是说呢，它把它一些重要的一些概念的话呢，把它弄成白板，然后把白板呢就把它放在这个索引标记里面。那这个概念对我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我之前在 Map 跟白板里面，我就是一直想要去综合出这个卡片和笔记法跟第二大脑的概念。那这样子的好处的话呢，是我可以用 Para 的系统去做分类。可是坏处的话呢，就是说，当我这样子去分类之后呢，我其实会不知道这个，譬如说这个 YouTube 里面，它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然后我必须要一直点进去，我才有办法很清楚知道说这里面有哪些东西。可是如果我说我有这个 WIP 的这个工作制，这个索引地图的话呢，第一个是我在写笔记的时候呢，我自己会做利用卡片和笔记的这个编号，那我就可以很清楚去记住说，哦，只要关于卡片和笔记法的话呢，就是从2的这个入口进去。那我在使用或者互相搭配使用之后呢，我这个 map 它所对应的这个第二大脑的这个概念的话呢，就会跟我的卡片和笔记法呢，直接的做到一个很棒的一个呼应。所以呢，拥有一个这个 WIP 这个工作制，更像是一个索引的目录地图一样，它可以帮助我知道说我现在要找到的东西。譬如说，我现在这个笔记是关于卡片和笔记法的，我就可以很快速的点进去，那我就会跳到卡片和笔记法的这一个画面里面。那 Map 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也可以很清楚的去使用 Para 的这个架构。那我可以把我的 project 把它写在这边，然后我可以把我的领域写在这边。那领域的部分的话呢，我会希望它是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也会用卡片和笔记法主要套用在领域里面，因为领域是一个我持续想要不断成长的东西，然后也是我一个会不断的去吸取新知，然后去做第二大脑整理的一个概念。那有了这个索引卡片之后呢，我现在在写卡片也变得非
非常的方便，因为我可以像是我在那边打出一个卡片，然后这个是第二大脑跟卡片和笔记法的合并。那这个卡片的概念的话呢，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在这边按 Command 加 N， 就可以直接的去按这个索引。如果按2，它就跳出卡片和笔记法这个概念。那我点进去之后呢，它这个卡片它就会是卡片和笔记法的这个概念里面。也就是说呢，这样子的话呢，它帮助我达到2个好处。第一个是我在写卡片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卡片它要归类在哪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当我想要去抽取卡片出来，去用在别的概念里面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知道我该怎么样找到卡片。我只要回到这个工作字，或者是我用搜寻功能，然后按2，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这个相关类型的卡片的一个入口。这是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也对我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建立出一个索引卡片、索引笔记，来帮助你去把你的知识地图的入口找到了。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概念有兴趣的话呢，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参考瓦基的这个卡片和笔记的13课。那底下的话呢，有它的一个92折的一个折扣码。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课程里面他有提到过，他也有去提供一些资源，然后在各种不同资源的整理里面，瓦基也都是用这种索引的概念啊去做整理，像很清楚的把灵感笔记、文献笔记、永久笔记，还有第二大脑里面的这个WRT 的工作字里面，他有在第二大脑的地方去提到。再来是第二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 Hedabbase 他们的公开的这个 Wiki 上面学到的。他所提到说，真正的深度理解并不存在于2本书之间的关联性里头，而是存在于2本书之间所有概念之间的关联性。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影响我在使用 Hedabbase 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像之前的话呢，如果说我像看了这个 Hedabbase 的官方的影片，或者是我看了一本书，我都会把每一个影片或者是每一本书去做出一个对应的一个白板。那这样子的坏处的话呢，就是我会有很多个白板，然后很多的白板呢，我就用白板去连接另外一个白板。那我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都用这边去 link 另外一个白板，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感觉好像是我彼此之间有连接，可是实际上的话呢，它是非常无效的，因为你没有把真正的概念从2个影片或者是2本书去做结合。举例来说，像刚刚所跟大家提到的这3个影片，我就把这3个影片分别用不同的 section 去把它做分门别类。那分门别类之后呢，我把第一个影片呢拆解成不同的一个知识的碎片，然后第二个知识碎片里面，它有提到说如何应用整合后的知识。那这个整合后的知识里面，你就要去组织嘛。那组织的话呢，它就连接到了第2个影片所提到的这个如何组织主题。然后这个如何组织主题里面，它又有提这个槽状白板里面呢，它又跟第3个影片里面所提到的标签做了一些概念。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把这3个影片真正的去做一个结合，而不是它是3个分别不同的白板，然后彼此之间是没有做一个相互关联的连接，就产生出一个深度理解的。那同样的道理在书本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卡片盒里面，这个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可是在卡片盒里面的话呢，就是我现在看了很多的卡片盒笔记的技巧，还有卡片盒笔记的优点，然后我看了朱奇他的这本这个卡片盒数位笔记本的实战指南，这本也非常推荐大家。然后这个的书里面我做了一些笔记，然后我又看了瓦基的线上课，我又做了一些笔记，然后我看了周嘉恩他的这个卡片盒笔记的一个网志，我也做了这个笔记。所以下一步要做的话呢，就是想办法把他们所做的这些概念呢，再做一个不同的连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最后的话呢，希望我可以对卡片盒笔记有更深的一个了解。然后这个也是真正Hedabbase它强项的地方，你可以用视觉化的概念去把你的知识打碎跟原子化，然后再把这几个不同的概念去跨不同的一个资源里面，去彼此产生出一些关联性来。再来是第3点，就是每周要花固定的时间去把你的卡片去做归类跟一定的整理。那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的话呢，如果我现在没有 filter， 包括我自己所有的笔记的话呢，我现在有2000多张的卡片。可是我这边的话呢，因为我有一些东西筛选掉，假设我现在有7个卡片好了，这7个卡片就以第一个来说，我自己这个读的发现天赋的这本书啊，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灵感。那我在画完线之后呢，借由 Readwise 呢，它这边其实是有连到这个97个笔记的内容。那这个内容的话，如果我没有去做整理的话，那我这个读完发现天赋它有一个灵感，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呢，
可是我没有去跟我这个划线的做笔记的话，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做一个连接，所以我要去想办法去做一些固定的时间来去把这个卡片做一个归类，然后归类到某一个白板里面，以及我要去把这两个 highlight 所画出来的这些重点呢，去跟我的笔记来去做一些扩增。就是说，如果都没有做这个事情的话，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之前的话呢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最后的话呢，就会像是在周家恩他的这个归类的这一篇里面也有提到说，就是如果你都没有学会去把这个卡片啊放进盒子里面的话，那最后的话呢，就会变成是你的卡片和笔记就会像是一个乱战岗，你自己也找不到在哪里。那这边的话有一个技巧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 card library 里面的时候，它其实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 filter。那这个 filter 的部分的话呢，你可以去选择你现在想要 filter 的内容是什么，你可以选择是tag 啊，或者是 whiteboard 啊，或者是 keyboard。那举例来说好了，我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录制用的这个地方啊，我这选择的话呢，就是当这个 tag 里面要被是 demo， 那它才有办法会显示在我这个画面里面。那这样子做的好处的话呢，我就可以在确保说我在示范给大家的时候呢，它不会去产生出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卡片，然后我就可以去很清楚的知道。那同样的道理，我可以建议大家的是，你可以像我一样，我这边有一个没有具体连接 tag 跟白板的这个 tag。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标签是空白的，你的白板又是空白的，基本上你这张卡片呢，它就跟其他卡片还没有产生任何的关联。那这个卡片呢，它就是待处理的。我自己的话呢，我有2000多张卡片里面，我有1000多张卡片是我这样子之前所使用的一些有点像是笔记载啊之类的，就是我之前都没有去把它去很好的规划在我的白板里面或者是标签里面，所以这1000多卡片都我还需要在未来待处理的一个部分。总结来说，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之前的卡片可能没办法做改变了，但我们可以去借由这个方法呢，去把现在开始的卡片呢去做有效的处理跟归类，来让自己的卡片和笔记跟自己的第二大脑还有 Headbase 变得更整齐，然后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应用到出这个软体的最大功能。今天的影片想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 Headbase 它在最新释出的一个 Web Clipper。那顾名思义，它就是说，它可以把你网页看到的一个资讯呢，去截录到你的 Headbase 里面。那这样子，大家可能会好奇说，我们通常来说应该会有蛮多的不同的一个 Web Clipper，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就是 Headbase 呢？那我自己的话呢，是一直很期待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我现在跟大家展示的这个画面一样 ，Headbase 呢，它才是真正的可以帮助我去，譬如说我想要把这个内容去做延伸的时候呢，我可以真正的这样把它快速的变成一个卡片的内容。这是其他的网页啊，像是 Reader 啊，或者是 Notion 啊，它的网页截取区里面没办法做到的。这边的话呢，也跟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自己目前快速去截取的一些内容来做一个示范。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不论你是用 Chrome 或者是你用 Microsoft 的 Edge， 我觉得都可以使用。就是首先你先到 Headbase 的这个插件，然后到他们现在线上应用插件之后呢，你把它安装。安装完之后的话呢，你这右上角的这个地方，照理来说就会产生出一个 Headbase 的一个 Web Clipper，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去找到他们的图示。那有了这个图示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你现在喜欢看的一个内容，像我这边假设我用瓦基的它的一个部落格的文章来做范例好了，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按一下这个内容，但它就会跳出一个读取，读取完之后呢，基本上这个内容呢就已经储存到我的 Headbase 的资料库里面。我这边还可以做一个更进阶的是，我这边可以去做我的 tag， 那我这边就是假设我现在是用 demo 的这个地方来去给大家看，那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超级管理的这个东西啊，它点一下就会跳入到我如果回到我的卡片里面，它就会跳到这边来。那这个网页的内容呢，就直接的会跳到我的这个Headbase 的资料库里面。那因为 Headbase 它相对于 Notion 来讲的话呢，我会是真的想要做深度连接的时候，我才会去使用，所以我会有效率的去更加的去 filter 到说，我想要什么样的资讯，我才会收到我的 Headbase 的资料库里面。那 Notion 可能就是有点像是怕会忘掉的时候，我才会收集到 Notion 里面。那更具体的来讲，是我现在有了这个东西收集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说它是连图片里面都会一起去搜寻的，去把它截录下来。那你可能刚开始在下载完之后的话呢，它可能不一定会是有包含图片的内容。那你可以做的地方呢，就是你按这边按点右键，右键完之后，你可以按这个 extension 的这个地方，点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including images。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去选择，根据你的需求去把它选择打开或者是关掉。我现在用关掉的情况再跟大家去做一次示范，然后同样的一个网页，然后我把它按收集，收集完之后呢，我一样加入一个 tag， 然后给 demo，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 database 里面，然后再看这个 car library， 你看它就有收集到另外一篇内容里面。那你可以看到这篇内容的时候呢，就是很完整，然后把每一个文章里面的一个 highlight 啊，把它标示出来，可是它不会把图片截取出来。那就是看你自己个人习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option， 就是让你可以选择说你是不是需要图片，因为有时候图片其实是蛮干扰我们的阅读体验的。好，那下一个部分的话，想跟大家去示范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使用案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把你平常可能有阅读习惯的一个网页，把它收集起来，那可以当做是你，譬如说语文学习啊，当做是你的英文学习，或者是你的日文学习。那我这边假设我现在随便乱找了一个 Nature 的一个杂志的文章，然后或者是经济学人的文章，那我就按这个收集，收集完之后我按选择语文学习，然后我也选择 demo。那这样子的话呢，这篇文章呢就会去回到我的这个 database 的一个资料库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刚刚收集的这个文章就跑过来了嘛。那你可以用这样子的地方，譬如说我就把它打开来，然后你新增成一个 whiteboard 好了。然后你新增完之后呢，那这篇文章就变成是你这个 whiteboard 唯一一个文章嘛。那你可以这样子去做阅读啊，譬如说你如果对这句话有好奇的话，你可以把它拆成重点，或者是你可以把这句话呢去借由在旁边按注解，譬如说你这个first living person 好了，假设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好了，反正你就可以在那边去做一个注解，然后去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可以用箭头啊去捕捉，这样子的话呢，它就可以帮忙你用一个白板呢去快速的去吸收你这篇文章的一个最精华的一些内容。这是第一个范例想跟大家做示范。那第二个范例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就是譬如说你在网络上面有一些的内容文章啊，它是整个都是用网页去做说明的。就拿这个 Python for Everybody 好了，这本书来说，它每一个章节啊，它都是一个网页内容。那我就可以从第一章 Introduction 的时候呢，就把它截取起来，然后我一样，我把它放在 demo， 然后我再到第二章，然后我又把它截取起来，然后我再到 demo， 然后我再到第三章啊，以此类推，大家应该抓到我想讲的概念。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学习内容啊，它是一个网页的一个统整的内容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的方法把它选择出来。那我再回到我的 car library， 那我就有这3篇关于这个 Python 的教学嘛。那我可以把这边直接去创造成新的一个 whiteboard。那这个新的 whiteboard 的话呢，我就把它命名成，假设我就把它命名成 Python 教学。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有第一个章节、第二个章节，然后你只要把这个拉开，然后你可以看到刚刚的那个网页都被我们截录出来了。我可以把我想要知道的资讯把它拉出来。那你可能第一个章节的内容啊，又跟是第二章节有一个相关联，那你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排列组合，然后你就可以去把本来是一个很自式的一个网页啊，每一个网页每一个地方这样子去做的内容，你现在可以把这一段的内容去跟可能第二章节的某一个内容去做连接，这就是 database 一个强大的好处。再来第三个范例的话呢，就是在 database 的官方网页也有提到说，怎么样是学习 database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主题，然后开始创建一个白板，然后来开始做研究。那这个时候有了这个 web 的这个截录器的话呢，会变得更方便。就拿我刚刚给大家来看的我自己一个简单的范例来说好了。我这边接入的这个内容啊，它是第一篇，它是卡片和笔记法，然后再来是这个 Web database 的这个应用，然后跟database 的官方的这个 The Best Way to Acquire Knowledge， 然后跟一些简单的应用啊，然后关于就是知识工作者的这个人零售等等，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这个知识内容，像我这边的话呢，就统计了一些。像是你可以把输不起啊、周家恩他的内容啊，还有 Medium 张宇安的内容，跟瓦基他的卡片和笔记法内容，你可以把它通通都把它合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去找到一个主题，然后再开始做研究。那这样子的好处的话呢，就是譬如说我现在逛到某一个网页的时候，我必须要一个一个去看，我可能有办法，譬如说我像刚刚的这个 Python 的时候，我其实有办法做 Python 的一个笔记内容嘛。可是我如果在下一个部落格里面看到 Python 的一个其他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去做统整。所以就卡片和笔记法来说的话呢，一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有很多人的一个概念，像是瓦基的概念啊，像是周家的概念啊，像是詹宇安他自己的一个整理的概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把它统整在同一个白板里面，然后再开始去做分解。那下一个部分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自己发现到说可能还可以再去改善的一个地方是，它现在的这个时候，当我去截录一个文章的时候啊，它只能选择 tab。那我在上个 Headbase 的教学里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自己的一个白板啊，我现在是用第二大脑的这个架构去做组合的嘛。可是如果这个都是一个白板，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按截取的地方，我们只能选择 tag， 我们不能选择白板。那我觉得未来应该是有可能会扩充这个功能的。那我现在的一个替代方案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手动的在 tag 的地方呢，先加了这个1到16个一个我自己定义白板的一个内容。那举例来说好了，如果我今天啊，就是比如说 YouTube 的这个卡片好了，如果说我现在在随便搜集另外一个文章，假设这个现在我现在选的这个文章，它也是 YouTube 好了，然后我这样子 YouTube 就会有2篇文章嘛，那我其实可以很快速的只要按这个地方按 YouTube， 然后按Command 加 N， 然后我再回到按 YouTube 的这个地方。然后，那这2篇文章呢，它就会跳到 YouTube 的这个地方去了。那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替代方案啊，去把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去有效的归类。即便我们是使用这个 Weber Clip 的外接方法，我们一样使用 tag， 或者是我们可以先把它变成 tag， 然后再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的白板。最后的话呢，就是我自己觉得一个未来还蛮希望它可以扩充的地方是，如果它可以加上影片的这个截取的话，那就会是更完美。因为举例来说，我现在看到了一个影片在 YouTube 的里面，然后我如果是按 Reader 的时候啊，它是目前是可以做到把这个影片呢截取到 Reader 里面。那 Headbase 目前是没有办法把影片呢去截取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不过未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未来大家可能可以去做一个延伸的一个地方。目前来说的话呢，这个功能其实是对我而言的话呢是没有到那么急需，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整体来说的话呢，操作这个 Web 的这个截取器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然后所以我才想赶快做一个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那今天这个影片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Headbase 呢，去把一个 PDF 档案变成像左边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概念图，来帮助我们去确保我们去吸收了这个 PDF 档案的材料。那相信大家可能在工作上面啊，或者是在求学阶段都常常去阅读 PDF 的档案。可是如果我们用传统的一个 PDF 的学习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是有线性的一个去根据作者的一个概念去做学习。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学习完，如果我们想要去回顾某一个知识点的时候，假设我现在要去搜寻关键字，我可能搜寻完之后，它就会是一个用这样子跳跃式去搜寻关键字的概念。可是如果我用 Headbase 的部分的话呢，我搜寻的部分，假设我搜寻关键字，它就可以去跳到我现在特定的这个卡片的内容。然后呢，那我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卡片它是怎么样跟其他的卡片做一个关联，跟其他的知识点做一个关联。所以我回顾的呢就不会是一个关键字，我回顾的呢就会是我当时的做笔记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想法。而且同时它不止就是可以跳到卡片，它还可以整个跳到一个 section， 就是你当时去组织出来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架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很快的去学习到说，哦，我现在想要学习的这个概念，当时我读的时候有哪些心得，然后我摘录的重点是什么。那具体操作的方法呢，就是有几个，你可以按左下角的地方，然后去把你的 PDF 呢载入，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去把 PDF 呢借由拖拉的方法直接加入里面，那它就会直接跳到变成你的白板里面的一个元素。然后呢，你只要按Option 加上双击，它会跑到变成是你右边的这个概念。那我今天示范的这本书的话呢，主要是 Naval 的这本免费的书，然后连结我也放在那个描述栏里面。那这边就带到 Headbase 它5个重点在 PDF 阅读上面的一个强大的功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快速的摘录，譬如说我这边想画重点，那你就去把它圈选，圈选完之后，你就看到它有不同的颜色跑出来，然后跑出来的颜色，你按下去之后，它就画重点。那画完重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拖拉的方式。那这个重点的话呢，它就会被截录在我现在的卡片里面，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重点讯息。然后我其实也可以把它复制，先把它画出来之后呢，然后你可以选择按这个 Copy Link，
那 copy link 之后的话呢，它就可以选择你是要像刚刚一样的 embedded， 还是呢你会希望就是像是 mention 而已，就是提到这句话。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看自己个人的喜好。那我自己目前的话呢，都还是直接用刚刚所示范的这个拖拉的方法呢，我还是比较习惯。然后拖拉完之后，如果想要直接复制真正的文字的话呢，我会直接这样子去复制文字。那我就可以这样避免掉它是可能会像是一条杠杠在这边 highlight 的一个描述。不过今天这个示范的话呢，我还没有做到这一方面整理，所以这部分的话呢，都还是有刚刚的部分。那我会做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就会是我会去打开一个空白的一个卡片，然后我就这样右边的地方呢开始阅读。然后阅读之后呢，如果我想找到一个我想要摘录的一句话的话，那我使用的方法的话呢，我就会是在右边呢找摘录的一句话，然后我就会直接这样子去拖拉。那我其实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说我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标题，像我这边的笔记啊，我有做一个简单的标题，然后有些我是直接复制文字，有些我是用刚刚的拖拉的方法去做比较。然后拖拉完之后的话呢，我就可以去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笔记内容。它刚开始看起来会比较乱，可是如果你有做一个分段的部分的话呢，那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段落的区隔。那这样子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做完第一步了。那第二步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借由刚刚这样子的一个范例呢，我会去把它做一个整理。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拆解版，那拆解版的方法的意思就是我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读书心得嘛，然后我会重新读一次它的这个卡片的内容，然后我会假设现在这个段落呢，我认为它是某一个概念，那我就把这个概念总结起来，然后总结起来之后的话呢，我就会把它拖拉成一个卡片拉到旁边。举例来说，我这边就把它拖拉成这几个不同的一张卡片，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刚刚去截录的这个大概一半的这本书的内容呢，我会变成是这么多张的卡片，然后我就会再把这个卡片呢彼此做一个排列组合。然后像拿到这本书里面，因为它是反弹的一个所有的集中，所以它 leverage 这个杠杆的部分呢，它提到了很多次，可它在不同的一个片段，它在刚开始描述一个 long term 啊，就是一个复利效应的时候，它有提到 leverage， 它在后面也有提到 leverage。所以如果你是传统的读书的方法的话呢，那你会觉得说，刚刚这个概念好像有提过，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结合。可是如果你用 Headbase 的部分的话呢，我就用这样子整理的方法，把它刚开始提到的 leverage 呢整理成一张卡片，然后他提到这个 play long term game 的时候呢，我又把它的一个 compound interest 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我把这两个部分呢合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 section。那这样子以后，我在复习的时候呢，这两个概念就会一起去复习到。也就是说，我当时读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把这两个关键点，我有想到一个关联性嘛。那我做这个整理之后呢，我以后读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就会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我会有一个类似的整理性。那其实这本书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我以前就读过。那我以前是用 Kindle 读的，然后我在 Lewise 里面就有读过。那你可以看到我 Lewise 里面读的，我画了很多的重点。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好好的整理它，因为它大部分上就是一个美剧的独立的一个概念。我当然可以用这样子的地方，然后我可以让这边去做分段，那我也可以去做一个整理。可是我觉得在 Headbase 里面用这种方法的话呢，会是最棒的一个整理方法。也就是第二点想跟大家去解释的话呢，就是你用 Headbase 去阅读 PDF 的话呢，可以帮助你把这个 PDF 本来作者的一个逻辑架构，把它碎片化，然后去做自己的一个理解跟重新排列组合。再来第三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好处呢，是我这边有看到我有去加入了一个在杠杆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有去加入一个我自己看Alex 的一个影片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概念之后啊，我做整理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如果你有想到一个概念，你可以按右上角的这个地方，要么你可以按这个 Car Library， 那这边就会变成 Car Library 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说呢，你可以按这个 Highlight， 那它就会把你曾经所有看过的一个书啊，然后都变成这样子的一个 highlight 的地方，你可以轻易的做拖拉。那这边的话呢，你还可以做搜寻。像我如果是提到 leverage 的话，如果想要找一个关于杠杆的一个概念的话，那我可以搜寻杠杆。那你可以看到，我就可以看到我连中文版看过的书啊，它都把它去解录起来。那我可以轻松的把自己曾经读过这本书的任何的一个概念，都全部的去把它快速的去拖拉在这个白板里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我认为 Headerbase 一个强大的地方，因为变成是你所有看过的内容啊，都会变成一个累积，然后你用搜寻的方法的话呢，都会变成是你以后可以快速的找到一个内容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资料来源。就像我们这本书啊，我用 PDF 所截录的一个概念。我今天就算我没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概念图的话，我画过的87个重点呢，它还是截录起来了。所以如果我读类似的概念、类似的影片，它有提到杠杆的部分的话呢，我就会用刚刚像这样子按 highlight 呢，再去搜寻的话，我就一定可以把我自己读到这本书的这个概念呢，去放在同一个白板一起去做吸收。再来是第4点的话呢，也就是刚刚最前面有跟大家示范的，这个是我最近才知道，就是我之前啊都用 Command 加 O， 那它就会去搜寻你所有的一个影片的内容。像我搜寻 leverage， 它就会把我整个卡片里面曾经打过 leverage 的一个概念啊，像 highlight 啊，像白板啊，所有都搜寻起来。我最近才知道，就是其实我可以按 Command 加 P， 那 Command 加 P 的话呢，你看它搜寻的范围呢，就会限缩在只有这个白板里面。那我这样子的好处的话呢，就是我可以知道说，哦，在这个白板，我记得我提过像是一个 leverage 的概念啊，那我这边的话呢，我就可以按一下，它就马上跳到这个 position of leverage 的这张卡片。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是我可以，因为我如果是按 Command 加 O 的话，我打 leverage 我可能就是找半天我还找不到刚刚那个卡片，可我就是知道它在这张白板里面。然后我就知道它的一个关键字是关于是假设是 position 好了，那我就可以快速的呢就回到了这张卡片的内容。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强大，然后也会帮助我去更有效率去利用白板这个整理资料的一个来源。那最后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知道 Headerbase 它在之后还会更新 PDF 的一个概念，然后它会在你的平板上面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功能。那我也很期待它会有一些手写的功能啊，或者是其他的功能。那我之后会再拍一个影片去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主要想要分享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学生啊，或者是你是工作上面有很多使用 PDF 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刚刚这个 Command 加 P 啊，还有这个一个整体的概念的话呢，我都认为很值得自己去尝试看有没有办法把自己想要整理出来的一个概念呢，去做更有系统化的一个整理。这影片会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会介绍 Headerbase 的这个最新功能，第二个部分会介绍这个功能是如何结合 Headerbase 本身强大的功能来做知识拆解。在第3部分会介绍我是目前想到可能可以应用的3个很棒的应用。首先，这个功能很直觉，在每一张卡片的右上角现在多了一个 Inside 按钮，当点下去之后，系统就会出现这是一个文章的内容呢，还是逐字稿的选单。你可以根据这个笔记的内容选择倾向的类型来做选择。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是想要总结一篇超过1万字的文章，我就会选文章；如果是一个 podcast 的逐字稿或者是 YouTube 的逐字稿，那我就会选择逐字稿。那点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右边出现几个小段落的摘录，这就是 Headerbase AI 功能会根据所有的内容的总结。那神奇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每一个小段落的总结时，我们可以点上它们右上角的这个 locate 的地方，那它就会跳到那一个部分所对应的内容。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是知道我们以后想要看的内容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总结，然后我们可以把不重要的地方呢只看过总结，把重要的地方呢重新的去研读它的细节。那如此一来的话呢，就可以细读自己有兴趣的部分，然后掌握那些不想细看但是它可能也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内容。再来就是这个功能可以怎么搭配 Headerbase。第一，在几个月前他们出的这个 Weber Clipper， 我可以快速的将文章摘录到 Headerbase 里面，然后我就可以快速的做总结。那第二就是 Headerbase 的强项，知识拆解，它可以把任何的洞见换成卡片。那这个功能可以帮我们做知识拆解。举例来说好了，当我们把一张完整的卡片拆解成洞见的时候，我们只要点右上角的这个3个小点，它有一个选项就是说把这个洞见转换成卡片。那当我们把这个洞见转换成卡片时，这一张卡片的洞见呢就会变成这个卡片的标题，而内容呢则会自带成对应的一个细节。如此一来就可以保留摘要、洞见，同时呢这个文章的本身的细节呢也会完整的呈现。那这个我觉得这是超级非常棒的一个功能。再来就是现在最新的功能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白板里面把你叫出来的那个卡片，然后你点右键，然后你按这个 Show Insight， 它就会把你刚刚出来的那个 Insight 跑出来。而这些所有的这些重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借由拖拉的方式把它拉到这个
白板里面做整理。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白板里面这个重点的话呢，是我想要去更深入的来说的话，举例来说，如果这个 Power 系统包括专案领域这个4个部分，我想要更细节了解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可以点这个3个点，然后呢，我这边把它按成 Turn into New Cloud，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直接变成卡片，而这个出现的卡片的话呢，它也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卡片盒里面。那这个功能真的大幅的改善我在阅读上面的体验。举例来说，我之前在读这本 Tiago Forte 的 Para 的一个实际手册的时候，我是用电子书的方法去做画重点，然后把画重点的地方呢去做拆解。可其实这个格式上面的话呢，我不是这么喜欢，所以如果我现在还有机会再使用的话呢，我会采取的方法的话呢，是我会想办法找到这本书的所有的原文档，然后我会用这个原文档的地方呢，使用这个 Insight Generator 的方法呢，去产生出我的 Insight， 然后我就有办法直接的呢，把这本书啊去推送，去回到我刚刚的这个做阅读笔记的这个地方，然后我把这本书，我直接把它的这个卡片呢叫出来，然后叫出来之后的话呢，我就可以按这个 Generate Insight， 把它直接产生出它想要对应的这个一些观点，然后接着我就可以把这些观点转换成我想要的一个对应的卡片。好，举例来说好了，我现在这样子就把它产生出这个卡片。这个是一个大概3万字的一个书籍的内容，它生成卡片之后的话呢，我就可以去阅读这个卡片里面的细节，然后我可以把有兴趣的细节啊，直接借由刚刚描述的直接拖拉的方法，就可以把它直接的拉到这边来，然后我可以先把乍看之下有兴趣的东西，先用这种快速的拖拉方法，先拉到这个白板里面。然后我再用这个标签的地方呢，去回到原文。那我可以在阅读原文，如果说我对这个原文有兴趣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借由刚刚描述的，把它变成这个新的卡片。然后新的卡片之后，我可以再借由阅读这个内容啊，然后去修正我的标题。那如果说我今天对于这个卡片，我在看完它的原文的地方呢，没有兴趣的话呢，我其实可以直接在旁边把它砍掉，那它也不会去让我的卡片盒变得是有不必要的资讯。所以这个方法的话呢，我觉得它会帮助我们在阅读上面呢，可以变成非常的有效率，然后跟快速的让我们把我们想要生成的这个洞见呢，去在我们的白板做到快速有效率的整理，然后你再可以借由 Headbase 的一个强大的关联性的功能，然后把你这个彼此之间想要关联的一个项目的话呢，借由这个关联的一个方法，然后来做一个联动。第3，关于具体的使用案例，我目前想到使用案例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像前面提到的，你可以用一般的文章或者是逐字稿。第二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些线上课程，像 Coursera 之类的课程的话呢，他们其实老师都会提供逐字稿的，所以当你学习完之后，你想做复习的时候，或者是你想做预习的时候，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东西来当做你先对整个东西有一个初步了解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最后第3点，也是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会搭配 Notebook LM 去做使用。那具体的方法就是，假设我现在按 Try Notebook LM 之后，我会去新增一个笔记本，然后新增笔记本的时候呢，我可以去选择档案。那这个档案的话呢，我可以去选择我刚刚去放在 Headbase 里面所生成的档案，我也可以是选择是 Headbase 里面我用 export 的方法去把这个东西 export 出来，再把它丢到 Notebook LM 里面。然后我丢进去之后的话呢，那它就会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我可以是请它去选择出这个重点的目录，或者是我还甚至可以去生成出这个一个对应的一个 podcast 的内容。这个 podcast 的功能很神奇，不过具体我会在之后的影片去做描述。那这部分我们要怎么搭配做跟 Headbase 去做搭配？举例来说，如果你回到 Headbase 的时候，你发现到说，假设这边有一个重点是说，确保所有的专案或目标的材料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然后你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然后你把它换成一个卡片。可是当你在阅读这个内容的时候啊，你还是不了解这个地方，你可以把这个的标题呢，去贴回到你的 Notebook LM 里面，然后你问他说具体怎么做。那它就变成是你一个 AI， 它有你刚刚生成的这个资料的一个原文，同时的话呢，它可以帮助你去快速的找到说，哦，如果说这个文章根据这篇文章里面它描述的更多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可以根据的那个内容啊，直接的去在这边生成另外一张卡片，然后把它做一个联动，
或者是你可以先阅读一下这边的内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提到说集中管理专案资料，还有善用数位工具，还有这些的一些概念，然后你可以把这2个内容啊去做相关的整理，然后把它合并成一张卡片。那这就是一个具体可以搭配 Notebook LM 去做更多的应用。那你可以看到说，当你在 Notebook LM 问完其中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去追问下一个问题。所以我会使用 Notebook LM 跟我的 Database 产生出来的这个 Insight 去做一个互相的对应。那具体来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交叉的使用，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直接只使用 Database？ 主要来说是当你的内容过于复杂的时候，你有一个 AI 免费的 AI 可以去做一个搭配的使用的话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好。那如果你单单只使用 Notebook LM 的时候呢，就会像很多 AI 的软体一样，当你做总结之后呢，你会忽略掉很多的细节。所以整体而言的话呢，我会认为说 Notebook LM 跟 Database 的这个洞见生产器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工具。总结来说，我自己使用的应用场景有，我把一本书产生出一个洞见，然后我把一个 podcast 的内容产生出一个洞见，同时我把一个比较复杂比较长的文章产生出一个洞见，以及呢我把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产生出我想要的一个洞见。最后的话呢，就是如果有一些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去把它产生出一个洞见，来帮助去了解说我自己的理解跟这个的内容是不是相符合的。所以整体而言的话，就像 Database 他们一直提到的，你要去做一个东西，做一个复杂的总结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自己花时间去做一些知识的拆解。所以这个洞见的 AI 功能，它不是让你什么都不用花时间就可以吸收到知识，而是让你说你在学到真正知识的时候，你可以忽略到那些你不需要的地方，然后把时间真正的专注在你想要真正了解的一个细节里面。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就像刚刚提到的，我觉得都很难取舍到其中。它要么省时，但是你可能就没办法自己去真的细节上面的去做追求。Database 这次的新功能，则是一款让我真正觉得可以同时兼顾的好工具。Hello， 大家好，今天这影片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Database 最新的功能，它可以把 YouTube 跟 Podcast 转成逐字稿，并且用逐字稿呢，再快速的利用 AI 去生成洞见。然后这个洞见里面包含了所有逐字稿的内容，然后你就可以快速的呢去复习，并且呢把各个资料整合成你想要的一个白板。好，接着示范一下实际使用的场景。首先呢，你先到你喜欢的一个影片，然后你只要确保说这个影片呢它是有含逐字稿，那基本上所有英文的影片都有逐字稿，那中文的话呢就看那个创作者有没有逐字稿。然后你选择完之后，你把它的网址复制下来，复制下来之后呢，你按这个 New， 然后按 Video， 然后按 Add a Link， 然后把这个 link 贴上去。然后复制好影片之后呢，我把它打开来，然后把它展开。展开之后，你按这个 transcript， 然后它就会问你说，逐字稿呢是不是想产生哪一种类型？如果你的影片有很多种语言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产生出来的一个类型。以这个影片为例，它是英文的，然后这个英文是自动产生出来的逐字稿，我就按 import， 然后它就会产生出逐字稿。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所有的时间戳，然后我点一下，它就会直接开始播放。那 Database 强的地方呢，就在于说，你如果又把这个右侧栏打开之后的话呢，它这边有一个之前影片有提到过的 Insight 这个东西洞见，你按下去之后，不论你的影片呢是什么样的语言，你都可以在这边选择你想要产生出洞见的语言。我这边用繁体中文作为示范，我点下去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开始去产生所谓的洞见。你可以看到说，它就把这整个逐字稿呢去条列式的列出他认为的一些简单的 summary。那我们这边举例来说，如果说真正的财富是为花费的金钱，然后保护你资金并留有错误的关键，我如果想知道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可以按这个 locate， 然后它就会跳到这个逐字稿，并且的话呢，我就可以开始播放。这样子以预习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就可以在还没看完这个影片之前，我就可以知道哦，我想要只关注在这一个焦点，那我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开始去听。倒过来想，如果说你看完了这个影片，然后你忘记了细节，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产生出你的洞见，然后用洞见的方法呢去复习你想要记得的那些时间点。然后再来的话呢，当这个洞见之后的话呢，我还可以把它，我如果很喜欢这个概念，我可以把这边选择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卡片。那这新的卡片之后，你可以看到
它就会是一个新的卡片，然后新的卡片里面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时间的逐字稿。当然，未来很理想的话呢，就是如果这边有一个时间戳的逐字稿的话，我会觉得更完美。那这样子的好处非常强大，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喜欢看一本书，像我自己有看这个致富心态的这本书，然后我想要知道说我看了书的这个心得跟网络上面大家看的心得，然后我想要把它整合在同一个白板里面。有了这个新的功能之后呢，我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做到，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卡片嘛，我把它加入白板，然后这边白板我就可以把它打成是致富心态笔记整理好了。那这样子我就是有一个新的卡片了，这个新的白板我就可以把这每一个影片啊，譬如说我现在到另外一个影片，我用一样的方法，我按 transcript， 然后我生成这个它的逐字稿，然后我再把它的这个洞见呢，把它生成出来，然后我再把这个洞见里面我想要抓的一个重点的话呢，我一样假设好了这个6个月至1年的生活费，我如果喜欢这个概念的话，我就把这个 turn into cut。然后我再回到这个笔记的这个白板内容，白板内容的时候，按 Command+3，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卡片丢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影片的内容，然后这是第二个影片的内容。那我可以用颜色再做一个简单的区分。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自己有读书嘛，那我读书有读书的一个笔记。那这个笔记内容的话呢，我其实可以从这个 highlight 的地方呢去收集。那电子版的话呢，借由 Readwise 的部分，我就可以把电子版我看到的这个读书笔记，就直接在我的 Database 里面显示出来。那我可以就借由拖拉的地方，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产生出我读书笔记的一个 resource 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借由这个方法，然后再用 Database 最强项的一些白板整合，我就可以快速的把所有的资源整合在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认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更新。同时我认为这个最新的功能，它不是只有在那种超过1-2个小时的长影片也有效果，它在短影片也有效果。举例来说好了，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废话太多了，好吧，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弄进去，然后你同样的你就可以去这样子用读的，然后去看一下这个内容你想要看的，然后你再跳到你想要看的内容就好了。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就是 Insight 去产生出这个你想要的洞见，然后去看一下说这个假设17分钟的影片的话呢，有哪些的重点是我想要强调的。另外一个我还可以想到大家可以试试看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用 Transcript 去弄一些线上课程，那你就可以对线上课程有一个蛮好的了解。然后 Database 现在又可以这样子去开另外一个 window 嘛，那你可以边上课，然后边把你的资料呢直接的去在这个 Database 里面做笔记。那当然，如果之后可以开放更多的这种 Insight Generator 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像这个1个多小时、将近2个小时的线上课程呢，直接产生出你的 Insight。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会帮助我们在吸收新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学习语言。假设现在我看了这个日文的这个影片好了，然后我的 transcript 就是日文版的嘛。那这个日文版的时候，我其实一样，我可以去生成一些 insight。那这个 insight 我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做。假设我用繁体中文好了，我生成出了一个 insight 之后，我可以去想一下说，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日文的内容，我有没有办法去总结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它已经帮我翻译好了，那你可以借由这个东西呢去。譬如说，我就听这1分钟的内容好了，然后我自己总结看看，然后你看看你的总结的内容跟这个的内容有没有相对，就是有很多种可以应用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更新啊，新增的这些video 啊跟 audio 啊还有 podcast 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再来是第2个强大的更新，第2个强大的更新的话呢是 podcast， 就是 podcast 的部分的话呢，你可以在这边去输入你想要听的一个频道，譬如说你想要听下一本读什么好了，或者是股癌，那你这边就可以搜寻你喜欢听的一个内容，然后你这边就输入说你想要听的那个的 podcast 的关键字，假设我想要关于什么 TSMC 的好了，我就按这边就会输入说有关这个内容的 podcast， 然后我把它按到 library，然后它这边就会新增出来。然后新增完之后的话呢，这边一样会有一个 transcript， 但这边要注意的是，通常 podcast 它不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 transcript， 所以这边的话呢，会需要用 AI 去转译成逐字稿。那现在的限定就是每个月只有5个小时，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英文版的，或者是你知道这个内容它可能也有发在 YouTube 的上面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先从 YouTube 去找到，因为 YouTube 它会直接的呢去抓 YouTube 上面的这个 transcript， 那它就不会用到你那个5个小时的 YouTube 的一个额度。
那如果是 Podcast 的内容你没有办法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的话，可以做的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把 Podcast 把它 import 进来之后，你按这个 transcript， 然后它就会开始去 loading， 然后去分析这个 transcript 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可以等待它一下，它之后就会产生出这个的逐字稿。可这边要注意的是，目前的话呢，只开放就是1个月5个小时的内容，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你自己最后想要去转译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它的一个时间长。那像我现在这个日文的这个 podcast 的话呢，它是1个小时的内容，所以就是这个是因为我没办法找到 YouTube 的内容，所以我才会尝试的呢，是用这个 Headbase 的功能去把它转译。转译好之后，就会是像现在这种形态一样，它这边会有一个时间戳，然后时间戳之后的话呢，我就可以直接用这种方法呢去播放特定的内容，然后它会有这个像这个新闻台啊，它的一个逐字稿，然后这个 podcast 的2个人的对话，它也可以去轻松的去把它转录出来。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更新。如果是你平常就有在听一些 podcast 是你自己有兴趣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应用。更具体的来说的话呢，像这个 Alex Hormozi 的这个 podcast 的内容，我听了大概有4、5次了。然后我做了一些笔记，然后我用了一些软体去做笔记，但是这样的笔记内容的话，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偏于零散。然后呢，我很难的去跟其他的笔记内容去做一个相对来的应用。所以有了这个新的功能之后啊，我下一步可以做的话呢，就是我一样找到了那个刚刚我跟大家讲的那个 podcast 的内容，然后是 YouTube 的版本，然后 YouTube 版本之后我按 transcript， 然后 transcript 完之后呢，我一样会有一定的洞见。那你可以看到说，我现在就可以清楚的去知道它所对应讲到的内容。然后因为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嘛，所以这边的所有的内容的话呢，都会变成是对我来说非常的清楚，然后而且它也可以是非常强调出哪个总结出来，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的搭配呢，去把真正我平常运动啊，或者是煮饭啊之类的时候所吸收到的 podcast 呢，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知识。总结来说的话呢，我超级喜欢这个的功能的。然后我觉得这里 Headbase 可以去跟其他的笔记软体做出一个还蛮明显的区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那如果大家想要试用看看的话呢，也可以用影片描述栏我的试用的一个连结，然后你就可以去开始使用 Headbase， 有1周试用的时间。那这个 AI 的功能的话呢，虽然它有5个小时的限定，但是基本上 YouTube 的使用功能跟Podcast 的功能大家都可以玩玩看。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Headbase 这个视觉化软体笔记。那这个视觉化软体笔记的好处呢，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产生知识跟知识的视觉化连接，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产生在知识啊、洞见啊、智慧产生的这个过程。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想跟大家去实际示范怎么样使用 Headbase 去做这个笔记。那一刚开始的话呢，其实它这个画面跟使用的方法，就像上个影片所提到，它跟双向笔记是非常类似的。我们一开始每一天我们会有一个空白的笔记，那这边如果我想要创建一个新的笔记，假设我有一个灵感笔记好了，我就可以用 F 做开头，然后假设就是这样子去输入我的灵感笔记。那这边我这个范例是我当时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的灵感就是说我可以用 Headbase 的一层一层的白板结构来把它当做每一个笔记盒跟卡片盒，那我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白板结构来作为一个知识入口。那等一下的影片也会实际上去操作一下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好，那接下来的话，文献笔记的话呢，我想用瓦基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这个读后心得来当做示范。假设我现在读了一篇文章好了，就是瓦基的这篇文章，那一样我会利用像双向笔记一样的范本的范例去标准化我自己写文献笔记的一个过程。那一样，我这边这个文献笔记 literature note 的底下呢，我会把它输入成我真正这个文章我想要把它打的内容。然后这个 contents 的部分，就是内容的部分的话呢，我则是会参考这个东西实际上的这个文章的内容，我把它复制起来，然后复制起来之后把它贴上在这个地方。好，那这边的话呢，我就会根据我底下这个摘录的地方，我把它重新读一遍之后，我把它就是用几个简短的文句啊，还有几个简短的话呢，用我自己的话就把它写出来，像是这几句话就是我可能就书中摘录的一个部分。然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它这边有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其实是因人而异的，然后需要跟价值观去判断。那同时的话呢，书中还有很多东西去强调说，其实工作啊，它的其中一个重点是你
不论你从事的工作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其实你的工作内容都是某种程度为了帮助别人。那这个概念我觉得很好，那我想要把它变成永久笔记，所以我就在那边把它独立出来变成永久笔记。那永久笔记的话呢，我也会用去开头这样。然后我这边 keyword 的部分，关键字的部分，我是用 Q 去开头，我可能是就是会用工作为了什么这个东西去触发我去做一些思考。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像之前所提到的卡片和笔记法，它必须把你底下的这个内容去做一个摘录，然后跟你用你自己的话去把它总结出来。然后呢，如果你对其中的内容有想法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变成永久笔记。那我这边可以用我这个永久笔记做一个更加的示范，就是当我点一下之后呢，它会跳出另外一个侧边的视窗，那我可以点这个小黑点啊，然后再把它扩增起来，那这就变成完整的这个笔记。那一样，我这个永久笔记的话呢，我也是用我之前在双向笔记跟大家所提到的一个范本，我会有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个永久笔记，然后这个永久笔记它跟我的一些学习到的观念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连结这样。然后呢，底下的部分的话呢，我可能就会摘录一些文献笔记部分的一个内容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呢，我可能也会从这个永久笔记啊去思考一下，它跟这个永久笔记相关联的之前的永久笔记有什么内容。那我用的方法就是我在这边使用一样，我就是想说去跟另外一个卡片做关联，然后我会用一样，就是用像双向笔记一样的方法去想，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去扫过我曾经写过的永久笔记内容，然后我就可以选出一个特定的永久笔记来作为一个范例。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会怎么样用 Hypabase 去对影片做笔记。那这边给一个大家范例是，假设我现在没有范本好了，我就会怎么样去做笔记？我可能会很快速的去摘录一下这个影片，然后去收录一下说，它这影片哪一个时间点是我想摘录的。像这影片的话呢，我就觉得他讲述的人需要的能力的话，我会还蛮认同的，所以我就会边看这影片就边做笔记。像是他提到说讲书人他要具备的5个能力啊，我就把它摘录起来。然后摘录起来之后呢，我其中最有感觉的部分是，他有提到说同理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他提到说同理心是，你可能你知道你做的你讲的内容啊，它在别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是你有办法设身处地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他可能作为一个人，他会关心你这一个影片的内容，或你这一个说书的内容，为什么？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是还蛮深刻的去阐述同理心的部分，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永久笔记。那再来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他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观念，他提到说爱，就是爱是对，就是你可能在讲述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样听起来是有点悬，可是实际上他讲的内容就是说，因为你讲述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就是每个创作可能都会有遇到类似的挫折。可是只要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爱，就相信就是有几个人会因为你的这个影片啊这个内容而做改变的话，那你就会产生出比较大的反脆弱，就是你有办法去克服中间过程遇到的挫折之类的。那我这边就用创建一个新的永久笔记，就是用爱来衡量做知识分享这件事情，它的反脆弱性就高很多。也就是说，我看这个影片，虽然我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基本上的一个模板，可是呢，我还是可以借由这个影片直接去反映出我想要创作出来的2个这个永久笔记。那你看到当我点这个永久笔记的时候，在 Hypabase 的这个功能，它会直接去反映在这个 incoming 这个 backlinks 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反映出来说，这个永久笔记它是从哪个地方产生出来的。那我再点回来之后，我就可以就是这样子去对应出来说，我这个永久笔记它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啊，然后它的来源是什么。所以这个其实的话呢，在 Hypabase 因为它有很强烈的连接的一些方法，所以其实你也不一定要照成模板来说，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它这样子的方法也是蛮合理，也是蛮有效的。好，然后那当然它也可以在底下就贴一个，就是这边一个很丑的缩图，但是它就是一样，我可以只要在这边我打一个 video， 那我再把这个网址贴上去，它就可以去把一个影片直接在这个软体上面去做播放这样。
那以上的话呢，就是 HedaBase 我自己会怎么样去使用产生永久笔记啊，跟产生文献笔记的方法。那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过，在卡片和笔记法的部分啊，我们其实最重要，在我们完成永久笔记啊这些的连接之后，下一个步骤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连接笔记这件事情发生。那 HedaBase 我认为它是最强大的地方就在这于，因为它可以借由白板的这种视觉化的效果呢，实际上让你知道说，我现在这个笔记啊，它跟这个其他的卡片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就有点像是鲁曼教授他把每一张卡片放在后面一样，我们现在可以实际上的把它放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上面，用箭头去做连接。那在上个礼拜的话呢 ，HedaBase 它又出了一个新功能，那我觉得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完善。那这个新的功能的话呢，就是这边可以跟大家去快速的介绍一下，就是在右下角的地方它多了一个眼睛。那这个眼睛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卡片，像我这个同理心的这个卡片啊，同理心的这个卡片，它跟这个要写到很痛的感觉这几个卡片连接在一起，它就会只要我把这两个卡片都放在白板的同一个页面里面，它就会自动的产生出这个虚拟的线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只要把它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可以把我们曾经所连接过的东西自己自动化连接起来。那我认为这是 HedaBase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善，然后让我觉得我会更喜欢用这个东西。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借由上个礼拜所创建的这个卡片，永久笔记的卡片，我怎么样可以一步一步的完成出我自己想要的一个卡片之间的连接。然后我最后的卡片连接的时候，我又是怎么样用一个section 或者是一个白板来帮助我整理，那我最后的卡片和笔记不会过于混乱。好，那接下来我实际在这个软体操作给大家看。首先呢，我们点这个白板的部分，然后我选择就是在空白处我可以创建一个白板。那假设我现在创建好这个白板了，好，创建好之后，你看当我点开的时候，它可以在旁边去开选我曾经打开过的一个笔记的卡片。那我也可以按 Command 加4，那它就会跳出来。那因为我现在要做的是做卡片永久笔记之间的相连嘛，那我就可以在这边选择一冒号，像我之前在双向笔记跟大家所介绍的一样。可是因为它这边搜寻的内容包含里面的内容，所以呢，你会看到它不是这么的像双向笔记一样这么的统一，它会跑出一些文献笔记出来，因为它有把里面曾经文献笔记带到的这个一冒号的地方也有包含出来。所以我想到的改变方法啊，就是我会创建一个 filter，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filter 的规则，就是说这个文献里面它包含的一冒号，可是它不能包含 L 冒号。那你看这样子我经由这样子 filter 之后呢，它大部分产生出来的就会变成是永久笔记的内容了。那我现在就随便举一个例子，我把我这个同理系的这个笔记啊放在白板里面，那你看这个就变成其中一个卡片放进去了。然后呢，我这边想跟大家讲的是，你可以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像它这样子，因为当我把卡片放进去啊，像这个用爱衡量，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都是我们上个影片有提到的。那我放进去之后呢，这个卡片它就会变成反馈，那这个反馈就代表说这个卡片它在这个白板里面了。可是如果你想要，因为我现在看这个卡片的时候，我想要看有什么关联的卡片嘛，那有另外一个方法是，我可能可以在这边加了一个选择白板。那我白板的时候，我把它选择这个白板啊，不包含在这个白板。如果说这个卡片它没有包含在白板，你看那个刚刚反馈的那个卡片就会消失不见。那我这样子的方法，我就可以确保说，我在看这个白板的内容的时候，我这边的卡片都是没有在这个白板里面的。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去避免掉一些卡片重复啊，在白板出现，那我自己要重复使用的一些混乱。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好，假设我今天想做的卡片就是以这2个永久笔记卡片作为出发嘛，我可以怎么做嘞？第一个，你看假设我下面写了一些内容嘛，可是我不知道它到底实际上有哪些卡片跟它有什么关联，所以第一个方法是你可以选择在这个3个小黑点的地方点一下，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就是把卡片的这个 information 秀出来，所以我可以点一下，或者是说因为我很常用，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可以选择 Option 加 Shift 加 I， 那你这样就会跳出来，那你跳出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同理心的这个卡片啊，我是从这个 incoming backlinks， 就是说我是在什么卡片里面去提到这张卡片的，也就是说同理心这张卡片
它是由樊登的这个文献笔记出来的。那我点一下的时候，我就可以看樊登的这个我当初创作的这个文献笔记。可是我今天想做的内容是着重于在说我永久笔记之间彼此之间的连结嘛。所以你看到说我在写这个永久笔记的内容的时候啊，我有提到这个要写到很痛的感觉的这个另外一个永久笔记，所以他就写说他这边的内容就是 outgoing links， 就是说这个笔记它连到了哪一个笔记出来。那我现在已经知道这个笔记也是相关联的了嘛，那我就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个关键字，譬如说输入要写到很痛的感觉嘛，那我就输入要，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笔记拉进来。好，那你看拉进来之后啊，像我刚刚在影片刚开始有提到的，这两个笔记关联是有关联的嘛，我可以自己用这个箭头的方法产生连结，然后产生连结之后呢，我可以在这边去随便加一个 keyword 之类的，假设是关联笔记好了，那我这样子移动的时候，它就可以去把这个笔记，我就知道这个笔记跟这个笔记是有关联的，然后可能是范例啊，可能是什么，你可以在这边打出你想要对应的关键字，这个是看因人而异，自己想要的类型为主。可是现在啊，因为 Headbase 它有一个新功能，就是在应该是影片提到，它其实会自动连结嘛。那自动连结的情况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卡片在我写的时候，我就已经跟这个卡片连接出来了，所以我会倾向我就不要用这个方法，我直接就把这个眼睛这个打开来，那你就知道说我这边它是两个笔记是有关联的。那有关联之后，我可以在旁边点一下，我就可以，要么就是创建一个新的笔记嘛，就是新的卡片来描述这个卡片之间的关联。那么我就是我点右键，然后选择 text， 然后我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注解嘛，像我可以打是范例，这样子的话，我就知道这两个笔记之间彼此是有关联性的。好，那你看哦，所以这个卡片的话呢，它关联性关于同理心，还有同理心的话，你要想办法感受到别人的感觉嘛，所以我这边跟要写到很痛的感觉的这个笔记做一个连接。可是我就想说，这个卡片还有没有跟其他卡片有关联？那我就可以回到我右手边的这个地方，因为右手边的地方就是剩下来的永久笔记，但是目前还没有跟这个卡片做关联的嘛，所以我一刚开始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一开始这边有很多的永久笔记。可是当我把永久笔记做一个完整的整理之后，这边的笔记就不会有这么多了，因为我每丢一个进来，它就会不见嘛。那我就可以知道说，我最后就可以确保说以后的这个笔记是干净的。可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现在在做这个才刚开始嘛，那我就可以慢慢来弄这个东西。那我这边实际上带大家去做一下我可能的一个概念性，就是跟大家知道一下。首先你就知道说这个卡片关于同理心，那我就可以去想说，这卡片还有跟什么有关联？像这边提到说工作是为了帮助别人，没有关联。然后还有 unfair advantage，没有关联。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快速扫。好，那我扫到这个东西，他说当你分享你的作品的时候，想的是弥补知识的盲区。那你想如果说我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关联，就是说，我如果同理心的话，我会想说，别人的知识盲区是什么？所以我可以在这边用一个小老鼠的符号，然后打知识盲区，我就打一些关键字，那你看这个东西就跑出来了。然后跑出来之后，你看这个卡片，当我把它连接出来的时候，它这边就会整体自己就会再连接过去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有这种方法，然后我最后只要在整理的部分啊。我再把这个卡片移到可能你喜欢的一些模式，像我自己会喜欢是就一列一列来去做一些整理。那我这样子的方法，我就可以用这样子去创建出我相关的笔记内容。假设我这边有一个随便好了，假设这个大量的痛苦来自于对自我的执着，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我现在就是一个范例，我可以把这个拉进来。可是我不想把这个卡片拉到直接写在我这个同理心的这个永久笔记的一个范畴的话，我可以从这边直接加一条线出来。那我加一条线的时候，你看它就不会产生这个弱连结，当然也不会出现在上面。可是实际上我又可以知道说，他们两个或许有一些关联。那这个或许的关联的话，我可以在这边我自己虽然它是实线，通常是带有强连结，可是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可以讲说，我如果真的有强烈关联的话，我就直接写在里面嘛。因为这样子的话，我所有的白板，只要把这两张卡片
放在你一起的话，我在点这个眼睛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可是这个实体的箭头的话呢，是当我自己认为这两个卡片有关联的时候，才会有产生出我会在特定的白板上面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可以倒过来，反而变成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实体的线变成是比较弱连接的一个连接方法，然后虚线的话呢，确保它们两个总是有关联的情况下，我就会把它写在永久笔记里面，然后直接让它用自动产生的方法产生出这个关联出来。那当我现在全部的卡片我都全部扫过了，好，那我现在全部扫过卡片之后啊，我会把这个卡片换一个颜色。我可能就可以把它换成，这因人而异嘛，我换成黄色。然后我以后确保我以后不会动，或者是我已经把它输出成文章或者是影片的时候，我最后再把它依旧换成橘色啊，或者是红色之类的。那我现在以黄色为例子。好，那如果说另外一个卡片就是说知识分享这件事情的反脆弱性就会很高，这个东西这卡片我跟这几个永久笔记都有一些相关联嘛。那这个永久笔记都有一些相关联，我当然也可以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利他就是利己的这个东西，我可以把它这样子选出来。好，那你看到利他就是利己，当我一存出来，像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它这个虚线就会自己出来。好，那你看到这个利他就是利己的时候，又提到了这个每周讲一本书嘛，那我就可以在这边讲说，我这边又会就可以把这个一本书的这个东西，如果我就可以把每周讲一本书的这个东西再把它连进来。啊，你看这样子的话，这个每周一本书的时候，又跟这个东西有关联。那你看这边形成一个3层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如果你觉得这条线太乱的话，那我可以选择就是把这边把它移除掉嘛。我可以回到这边，然后呢，我把这个笔记的关联性把它弄掉，因为我知道当我连到这个笔记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笔记了，所以我也可以。然后你在实体的卡片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也只会排在某一个卡片后面嘛，那我就可以把它删掉。这都是因你自己，只要你自己习惯，然后不要让版面太乱的话呢，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好，那其他卡片的话呢，我这边就不做每一个这样一点开给大家来看。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大概我这边实际上一个小范例。好，假设我现在用爱来衡量这个时候做知识分享这件事情反脆弱性就会很高，这个东西好了。我有了我自己产生的一些弱连结，跟这些我自己认为跟这个卡片有很大关联的这些强连结，然后把它选出来之后啊，我就把它全部写出来了嘛。那选出来后就发现到说，我这个主题这边目前这个白板上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跟知识分享啊，还有创作者啊、心态啊是相关联的。那我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整体啊，变成是说创作者心态，我可以在右边点一个 session， 那你看 session 它就产生出这样子的东西。一个小方块出来，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方块去做命名。那我这边就实际上已经命名完了，我就选择一个创作者的心态。然后呢，创作者心态我这边可以依据，我就可以把这些卡片全部框选出来。框选出来之后，我就可以把它放进去。那这几个卡片，它就会变成跟这个 section 是合在一起。当我移动 section 的时候，这个卡片就会跟着动。那你看，如果现在因为我已经创建好 section 了。所以我这个创作者心态移动的时候，它就会跟着一起动。好，那这样子就是创作者心态的这个 session 我就完成了。那这样子你可能会觉得说，当我把每个东西都展开的话，笔记就会变得很乱嘛。所以有一个方法是，我可以把这个笔记框选起来。把框选出来之后啊，你把它选择，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选择把它关起来。关起来之后，它就变成一种小小的这种只有标题的这个内容。那我想要看细节的时候，再把特定的东西打开来就好了。然后你这样子，你的 session 可能就可以把它缩小起来。然后我这边是一个创作者心态嘛，那我可能以后未来的时候可能会有另外一些卡片和笔记法，是譬如说是创作者时间规划好了，就是我有一系列的创作者系列的内容。那我创作者时间的内容的话呢，就可以有点像是卢曼教授他的那个卡片盒，就是每一个类型这样一一分排出来嘛。那我分排出来之后，整体最大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创作者？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啊，整个去选择，就是创建一个卡片，选择创作者总览好了。那你这创作者总览，你可以去连接到这个整个 section。然后这个也可以整个连接到，那你这样子以这个方法，你就可以有这个创作者总览去总览你这所有的卡片内容。
那如果实在觉得特别乱的话，还有方法是把创作者总览这个地方再创建成一个白板，你把它创建成创作者总览，然后呢，你这样子，然后假设这个创作者总览已经很完善，我选择一个特定的颜色，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创作者心态啊，整个东西可以把这个创作者心态整个把它拉到白板里面。那你看，这是所有的卡片就跑到这个里面了。那我可以就这个方法来做一个更上层的一个总整理。好，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个 Hetabase 的这个卡片的连接的一些想法跟内容。那我自己还在不断的使用跟改善中。那因为 Hetabase 它相对来说比较难，然后呢，如果你想要知道 Hetabase 的一些基本操作，然后或者是更详细的应用上，比如说 Hetabase 怎么做时间管理啊之类的方法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留言让我知道，那我可能未来我就可以去规划这其他影片。那如果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呢，也麻烦大家帮我点阅，然后跟按个赞。那以上就是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那最后的话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 Hetabase 的一个快捷键的一些更新。首先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栏位它也变了一些更动。它有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这个选择还是一样，然后但是它有变成是更快速的，可以加上一些快捷键。举例来说，现在 Connect 你不用按2个键，你只要按 C 就可以直接快速去转换。那你再按 B 就可以切回来，然后再按 C 就可以切回去。那你要新增卡片一样，你在这边只要快速的按 N， 你就可以直接去新增出一个卡片过来。那个我觉得这都超级方便的。再来的话呢，就是 T 的部分一样，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在这边去打你想要的补充的内容。然后心智图以后也变得更简单，你只要按 N， 它就变成是心智图，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你想要的这个卡片啊，它就可以变成心智图，然后你就可以去扩展它。再来是心智图，心智图的话呢，就是按 N， 那你按一下之后，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心智图的内容，表示是心智图中心，然后你再按，你就可以直接开始去展现出各种不同的一个心智图的方案。那这我觉得都是超好用的，那尤其是你现在有这个快捷键，你可以很轻松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去做快速的转换。另外来说的话呢，就是我自己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Command 加 P， 它就是 Search List Whiteboard， 就是说它只会去找你这个 whiteboard 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按这些 Command 加 P， 然后你可以去找到这个东西。这个功能本来就有了，只是可能大家之前不是那么熟悉，但现在贴在这边就可以去提醒大家，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快速搜寻这个卡片里面所有的资料。那如果你把它点开来这个 More 的部分的话，你还有更快的方法，像是 G 啊，还有 Sub Whiteboard 啊，这些都可以快速的去做转换。像 Calendar 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快速就选择1个礼拜的 Calendar， 那它就可以跳出来这样子。然后以及的话呢，如果是 section 的话呢，我就可以快速的去把这2个东西作为一个 section。以前你做的方法的话呢，是你要去选择这2个卡片，那你再按 Command 加 G， 然后你就可以去快速的生成一个 section。那现在的话呢，这些方法都会变得比较简单。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大幅的提高了一个 Hetabase 上面的使用。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影片非常长，那如果大家看到这边2小时的话，也谢谢大家，当然也欢迎大家留下一些评语，然后让我知道这个影片这种长影片的教学模式是对大家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然后或者是哪边可以需要改善，那我可以在下个影片再去做改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使用2小时以上的影片，那我在制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境，然后所以我有自己也在调整，那希望下一个长影片的教学可以帮助大家更多，那下影片见喽，谢谢大家，拜拜。